Hello，大家好。昨天晚上又失眠了，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到6点钟就醒过来，想着也不想画画，泡了杯咖啡，那我们来做影片吧。OK， 大家早，我是烂熟人设计师 Jimmy。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我们怀疑的一个劳力士的特殊作品，也就是游艇 Yacht Master 126622。想象一下，假如你今天运气爆棚，走进 AD 店，那个平常看都不看你的那个柜哥，突然神秘兮兮的从柜台下面拿出2个盒子，一边是表界的最大公约数黑水鬼 Submariner， 另外一边则是散发着灰冷的高级感的 Yacht Master 126622。龟哥微笑的跟你说：“先生，今天只能带走一只，你选哪一个？”我知道大部分人当然是选 Submariner， Jimmy 你不懂，谁会选 Yacht Master？ 出去大家都要带黑水鬼啊，选126622才奇怪吧？是吗？如果你们真的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这一次他出的那个黑色陶瓷圈，126622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游艇它又不是日志，又不是水鬼，但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位，而这个地位呢，也许让我眼睛在黑色的陶瓷圈上留了更久，嘴上说着低调奢华，但心里面我其实在尖叫着，就是哇塞，我选了游艇，过2年，万一我要换表的时候，这只表的行情会不会让我赔到脱裤子？或者是让我更害怕的时候，游艇走在路上，别人的眼神其实是在问，他是不是买不到水鬼，所以才退而求其次去买游艇的？其实这也就是126622最残酷的悬疑点，它不是那种你会一见钟情毫无悬念的表，它是那种就是你以为你赢了审美，但却在怀疑自己人生。OK， 那我们来看看它大概基本的官方定价，在$12,300，换算下来大概在40万台币。二级市场呢，根据年份状况，大概落在$13,000到$17,000之内。所以你说它是入门劳力士，对不起，这张票的定价已经不是入门票了，而是一个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学费。当你在网络上面搜126622，评论区永远是2个极端，一边在喊那是我戴过最舒服的劳力士，另外一边则在哭诉说我这辈子再也不买铂金圈了，它根本就是刮痕的磁铁。那今天我们就来解开这一团谜团，为什么最舒服的劳力士同时也是最大的一只表？今天我们不会给你那种很安全的议题，我们要聊的是126622到底是不是真的比 Sub 更值得去做选择的一个奢华工具表，还是对我们这些中产的社会叫什么社牛来讲，是不是一个包装或工具表外观的奢华品来安慰自己，其实它还是很实用的止痛药。所以如果你也在犹豫，或者是你已经买了，或者开始有一点我是不是买错的感觉，那我觉得这支影片它会蛮真实的，它会慢慢的试图的去把你拉出来。那记得开始之前订阅，我们这不是教科书，我们只是在把一个段子好好的陈述给大家听。要了解游艇这个的尴尬跟辉煌，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游艇基本上它是90年代的产物，但其实更像是劳力士内部的一个基因突变后的孩子。那有人可能会问 Jimmy， 你当初我听说游艇可能其实想要取代的是 Submariner， 这怎么可能？水鬼可是劳力士的祖宗，是他的基业耶。我觉得这就是历史有趣的地方。60年代的时候，劳力士的设计师们的确有想过要进化 Submariner， 他们想把水鬼做得更优雅、更圆润，甚至有一点点富人的味道。但到后来，他们惊恐的发现，水鬼那个粗犷的工具的标签实在太值钱了，乱动它根本就是商业自杀。所以，这个已经设计出来的精致版水鬼就被塞进了保险箱，一直放到了1992年才被重新挖出来。然后他们把名字改成了 Yacht Master。
那这也就是那一种那个游艇身上的这种矛盾感的源头。他从出生的那一刻起，血液里就流着那一种我想证明我比水鬼更高贵，但是我又不敢脱掉我的外衣的那种挣扎。一直到1999年，劳力士推出了编号16622的表，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的登场。简单来说，就是它是不锈钢加上铂金的这个外圈。在这个当时天才一般的消费手段，大家觉得说哇，放上了铂金比黄金还贵重的金属，它完全不像金表那么的招摇，但是它又是我们追求的那种低调奢华。从设计建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巨大的悬疑的一个美学。在建筑语言中，我们讲求真材实料，你要盖一座纪念碑，你会用花岗岩；你要盖一座摩天大楼，你会用钢构。但 Yachtmaster 玩的是材质位移，他把最软、最容易刮伤、最怕碰撞的贵金属铂金放在了一只最需要碰撞、最容易磨损的工具表外圈上。这就很像是你在 SUV 的车头保险杆上贴了一层薄薄的 24K 金。你说它美吗？对，它很美，但合理吗？完全不合理。这种脉络决定了游艇的基因，它不是为了让你去潜水、去修车、去工地搬砖，而是为了让你坐在帆船甲板上，手里拿着冰镇的香槟，享受着海风吹过来的同时，那个铂金圈能够反射出夕阳的余晖，是一种休闲阶级的时间观。那水鬼则不是，它更像是跟游艇的相反，是工具人，他不能失去的一个好伙伴。可是当我们这些辛苦工作的凡人存了几年的钱去买下了游艇，我们以为我们买到那种悠闲，结果就是我们带着它去挤捷运、写报表，在狭窄的电梯里躲避别人的公事包的碰撞，每一秒钟你都在担心那个铂金圈会不会跟铝门擦出火花，你每一秒钟都会在担心铂金跟铝圈会不会碰撞到窗户，碰撞到电梯的墙壁。那这也就是游艇的第一个真相，它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它给了你富豪的行头，却没有给你富豪那一种刮了坏了再买一只的心态。它在我们这一群社畜当中，有一种被困在了低调奢华的一个监狱里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让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设计核心，那就是Jimmy 这只表的外圈到底在贵什么？不就看起来是银色吗？陶瓷圈更耐刮、更现代、更流行，大家更认识，不是吗？我觉得会这样想的朋友，你们就外行了。这是950铂金，它的加工制成是一个美学上的酷刑。劳力士先用整块的铂金来铸造，然后用极细的喷砂工艺处理出那个雾面的底层，接着再用手工或是精密机器把凸起的数字磨到跟镜面一样发亮。在不同的光线下，它产生了2种层次感，这是陶瓷圈永远做不出来的。陶瓷圈是平面的，是2维的，所以游艇的外圈它是像是一个3D 的建筑，它是立体的雕塑。在建筑的设计里面，我们会称为它是温润的灰阶，它不像不锈钢那样的冷冽，它带有一种淡淡的爱意。那当光线扫过，立体数字会像雾气中那样子闪过的灯火一样，这也就是126622的一种设计的一个理念。当你在不同角度去欣赏它，它会不断的改变性的歌，有的时候冷冽的像是北欧的冰川，有时候又闪烁的像比佛利山庄的派对。OK， 那我们必须要聊一聊的就是设计上的悲剧性。游艇的表壳比水鬼更加圆润，它的表耳是有弧度的，经过了细致的倒角抛光，然后让它在手腕上的效果非常细腻，完全没有工具表那一种笨重感，甚至比水鬼还要再薄一点点。那重心更贴近手腕，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它超好戴。当然了，这也就是设计上的一种阳谋，它让你戴起来舒服到忘记它的存在，这是一种设计上面的一个实现。直到你听见撞到的那一声，把贵金的交汇的这个铂金圈撞在餐桌的石桌面上，那一刻你的心碎会比那一个撞击声还要响，因为铂金很软，那它是非常精致的。
一旦受伤，底层的喷砂就会反映出那个压造的那个痕迹，会显得格外的耀眼。这也就是126622的美学悖论，它追求极致的视觉享受，却用一种非常极高的心理防御成本来创造出这只昂贵的手表。OK， 那我们来聊聊它里面的机芯3235。3235不是听说摆幅下降啊，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我们讨论的就是确实在各大论坛上面3235的整个稳定性被讨论的很凶，但是你要明白劳力士的出问题跟别家的出问题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你要明白劳力士的出问题跟别家的出问题，基本上劳力士是集结了所有的黑科技，包括了擒纵系统，它的这个 Parachrome 的游丝，70小时动力储存，再加上它是大规模工业生产中的绝对精准设计。从造型上面来说啦，它游艇有点像是一个有趣的缝合怪，它拥有3扣锁，就是这个 Trip Lock， 然后有皇冠，意味着它的防水结构其实跟300米的水柜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理论上你带着它潜水到100米以下也没有问题。但问题来了，它的外圈是双转向的。在潜水领域，外圈必须要是单转向，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概念。可是双转向外圈直接告诉的世界就是我没打算让你去下水，这个铂金圈的存在更是让你去计算帆船比赛的开赛时间，或者是更真实的情况，让你无聊的在跨部门会议上展现一个像陀螺仪一样舒压的玩具。如果你买游艇是买一种备而不用的尊严，我觉得它会更精确。你知道这辈子都不会去潜水，你也知道铂金会刮花，但是你就是喜欢那个3235机芯的运作的那种安全感，它就是你保险箱里面不是金条，而是你对极致工艺的一种虚荣的投射。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些担心机芯故障的朋友来说，我会说真的不用怕。3235虽然网络上有很多它的问题，至少我没有遇到，但它依然是世界上绝对是最可靠的机芯之一。真正的悬疑的问题不会是在机芯它会不会停，而是当你发现手表每天卖了2秒，你的强迫症会不会让你疯掉？这才是大家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那再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市场跟价格。Jimmy， 126622现在2级市场稳定吗？它有像 Daytona 或黑水鬼那样子还会疯狂涨价吗？如果我现在入坑，会不会是最后一只老鼠？我会回答你，如果你们买表是为了致富，那我建议你们去买虚拟货币啊，或者是美股啊 ETF 手表，特别是游艇，在市场里面这么尴尬。它既不像全金表那样子的具备很基础的保值性，它也不像全钢表那样子有很强烈的信徒。那我觉得目前来讲，游艇官方价格大概在$12,300左右，二级市场也大概很相匹配，在13,000到17,000都会有人卖。那但是它的溢价是远远低于就是比如说 Daytona 这些手表，但是我觉得它的价格还是很理性就是说因为市场还是喜欢纯粹的东西，收藏家喜欢那种工具感很极致的手表，或者是奢侈感极致的手表。而游艇刚好结合了这2个方面的混合体，所以在很多老派玩家里面，它更像是一种行销的妥协，它不会让人觉得够硬，也不会让人觉得过分的豪气。这也就正是游艇它整个行销悬疑的所在。劳力士故意让那些买得到但有点贵的位置留给了它，但它又变成了一个过滤网，过滤掉那些只看保值率的投资客，留下真正喜欢这个设计、喜欢铂金圈的那些使用者。所以我的观点可能会得罪一些表商，就是说126622是劳力士产品线里面少数具备消耗性的品质的这个手表，它不是让你供起来，它是让你拿来消耗你的优雅，消耗你的财富。如果你追求的是涨幅，那不好意思，126622是会让人失望的。但如果你追求的是一种不用排队太久也能拥有的顶级劳力士体验，那我觉得它价格其实非常合理，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而且避开了水鬼那种几乎满街都是炒作漩涡。我觉得玩表这件事情回归到了审美这件事情，这样子反而是更好的。那聊了这么多，我们来聊这个适用人群。
到底谁适合？我觉得他的人群被归纳为就是审美上的反叛者。反叛者他这种人不屑于大众的选择。当全世界都在封绿水鬼、黑水鬼的时候，他们选择这支被低估的游艇。他们喜欢那种需要解释才能明白的美。这是不锈钢吗？不，这是铂金。这是一种对话。这也就是游艇玩家爽点的来源，是一种低调的精英主义。这也只有拥有游艇的人圈内才懂的密语。那当然，它也对于一些触感极致敏锐的人，劳力士的运动款里面，游艇佩戴的舒适度绝对是可以升得上前3名。圆润的表壳、贴合的这个线条，会让你产生一种表示长在手上的那种错觉。如果你非常在意手感，讨厌表壳那种边缘的切割感的人，那我觉得游艇126622会是你的一个真爱。当然，我也要给那些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一个警告：如果你们买这只表是为了撑场面，或希望它代表你的经济实力跟社会地位，我觉得你会感觉到一种孤独。因为大多数人玩表眼里，这只表看起来比较亮的钢表，它不会像全金的 Daytona， 也不会像全金的 Day-Date， 它那样子发出我有钱的信号。你必须是一个取悦自己大于取悦大众的人，才能你要有一种就是老子就是喜欢这一种特色的铂金圈，我管你们怎么看的那种霸气。那当然，最后，好吧，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游艇，关于一场美学、材料、身份认同的一个长篇的一个悬疑剧。它是进化吗？从机芯到佩戴感，它确实是劳力士运动表的，我觉得是一个巅峰。但它是安慰剂吗？对于那些买不到水鬼或者想假装来自己是悠闲的富豪的人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漂亮的止痛药。但是你们要记得，手表这个东西其实是很讽刺的。我们花几十万、几百万下去买一只宣称能运作100年的机械装置，说是要留住时间，但是实际上不管几万块的 Seiko 还是几百万的劳力士，他们都留不住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的指缝间流走，从来不会回头。那这一支126622上的每一道刮痕，其实都是你活过的痕迹。因为你如果怕刮而不敢去戴它，那这只表就真的是变成了一堆冰冷的金属。如果你带着它去谈判、去恋爱、去搞砸一些事情 ，go fuck up something， 去成就一些事情，那这些刮痕就会变成你个人的一个诗词。手表不应该是我们的枷锁，它更应该是一个载体。带着我们的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手表提醒着我们，生活就可以像简单的 Oyster Perpetual 一样的坚硬，也可以像铂金那样的柔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两者之间做着微妙的平衡。玩表玩的是心情，不是行情。我希望大家玩表玩得更开心，戴上手表不是为了炫耀你有多有钱，而是提醒你自己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永远保持着正面甚至是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种美学建筑，甚至有一点不一样的角度来看手表，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告诉我，如果是你会选择大众的黑水鬼，还是像个反叛者一样买一个126622的游艇？我也想听听看你们最真实的想法。我是烂熟人设计师 Jimmy，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Peace。